桥梁来说，在这个预制装配这一方面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桥梁的现在中小跨境的，就30米的城市高架、快速路啊，装配率可以达到85%左右，所以装配率已经非常高。你认为这个名字啊，取作为阿基米德桥好呢，还是福斯隧道好？它确实是和我们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受力机理，预力在桥梁当中它的发挥的作用。所以在隧道里面呢，主体结构是否能采用这种超高性能功能？在我们做隧道的时候啊，特别是邓沟隧道，我们实际上是装配式的。然后隧道的矿山法呢，那导致这个线胶比较多啊。城管嘛，当然也是预制装配的啊。然后的话，你们桥梁来说，在这个预制装配这一方面，目前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桥梁的预制装配率啊，我们可以和建筑先比较，建筑的装配率大概在35%左右。那么我们桥梁的现在中小跨境的，就30米的城市高架、快速路啊，装配率可以达到85%左右，所以装配率已经非常高，非常高了。大桥现在它的施工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水平。比如说我们的桥塔，这个200米的桥塔，它就采用阶段的安装，那应该是速度非常快，也是一种装配式的方式。那么隧道呢，实际上管片就是最早60年代我们上海打浦路这个管片法的邓沟管片法的，但是我发觉隧道里面啊那个构件好长一段时间都是线胶的，就是车道板，你看它以前都是用线胶的，一直到近几年才慢慢在改进，就是装配率也上来了。我看现在烟道板预制的，车道板预制的，这个隔墙现在也预制了。这个就是可以解决什么呢？就是它的施工效率，还有它就在隧道这个空腔里面，这个环境不是太好，你装配么好呀，对吧？所以隧道我看这个装配率应该上来，也上来了。上海我们的几条这个跨越黄浦江的隧道，最近这几条，我看它的装配率都已经慢慢上来了。是的，你可能也知道，我们桥隧对这个方法是用不一样的名字。我们搞隧道的人说，我们将来有那个佛氏隧道或者悬浮隧道。桥梁的话，据我所知，意大利人他们叫阿基米德桥。然后你认为这个名字啊，取作为阿基米德桥好呢，还是佛氏隧道好？就是说，它这个结构不是埋在这个河床底下的，是浮在水中的，是吧？他们是从阿基米德桥是怎么个说法？就是利用阿基米德的原理来解释嘛。我是看了你一期专门谈这个辐射桥的这样一个栏目，所以我也引起启发。就我觉得，就这个辐射桥啊，辐射隧道或者是叫桥，阿基米德桥也好，它确实是和我们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受力机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悬索桥、斜拉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在空气当中的一个辐射的结构，拉锁把它拉住，或者悬索把它吊住，把它看成一个在液体里面的介质不一样而已，就介质不一样。那么在液体里面，现在我上次看了你这个节目，主要担心的它的这个晃动，这个海洋洋流的这个影响下面，它有晃动。那么有点像我们现在这种大跨境的悬索桥或者斜拉桥，它的抗风问题。实际上在风载下面，我们这个桥晃动也很厉害。我们大跨境桥在火载下面，它的位移也会非常大的，也可能达到1米左右了。在大风下面，它的这个晃动也是非常厉害。所以你这个辐射隧道有点类似于这样的状态，就是担心它在拉锁的作用下面，甚至我觉得不用拉锁也可以用水下的桥灯，对，就是钢结的方法，对吧？就来解决它这个就是晃动的问题。但是它是这样，就是说最早提出的是挪威人提出来。挪威人的话，他做这个辐射隧道呢，是考虑在那个海峡，就是2个岛中间，连着2个岛，但是这个海峡的水特别深，就1000米。所以这个桩就没办法打了，所以这个时候用拉锁比较好，只能拉锁，拉锁就有耐久性。所以现在你这么一说呢，我感觉到有人把这个名字取为阿基米德桥，似乎也有它的道理啊。但是我们搞隧道的人，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它隧道是为什么呢？你看隧道和桥啊，就隧道是一个封闭的结构，
是吧？在里边是封闭的，桥是敞开的啊，所以你把它说成是隧道，似乎这个理由好像更充分一点啊。形式上像隧道，就是它的受力状态有时候有点像桥，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讲到这个佛氏隧道或者阿基米德桥也好，和你前面讲的庄佩石也好，我发现在我们隧道里面啊，登goo隧道里面其实预应力用的不多的，我们管片程序基本上不用预应力的啊，在桥里面预应力用的特别多。在这方面，你能够谈一下这个预应力在桥梁当中它的发挥的作用？当我作为桥梁人去关心隧道工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问题，就是预应力用的非常少。那么我就曾经问过我们搞隧道设计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点预应力？那么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隧道结构一般都是圆形的，它这个受力状态在土体的受力状态，它基本上受压，有少部受弯，所以它不需要预应力。另外一个，它有抗浮要求，所以我这个结构啊，不能做得太薄，还有一定重量，要一定重量把它压住。那么这个回答呢，我觉得有道理的。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考虑点预应力方案，因为我们完全是从受力的角度在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从变形的角度用预应力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这个隧道啊，它在外界的这种各种影响下面，它原型有时候会变成鸭蛋形，它会慢慢变形，然后纵向呢，它也会有不均匀的这种变形。那么如果采用预应力呢，可以解决它的变形问题。比如说，我发觉我这个隧道，本来是一个圆形的，它慢慢在变，我通过丈拉预应力可以把它的变形调回去。纵向也是的，纵向它在变形的时候，我也可以通过预应力的方法来调节它的变形，这个在我们桥梁里经常是采用的。所以我觉得在隧道里面可以尝试一下采用预应力来控制它的结构变形。这个是因为你是搞桥的人，因为你们预应力用的多，所以你们会像这种场景啊，就可以比较容易想到，好像隧道师傅这方面也应该可以多考虑这样一种想法。我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啊，从桥梁人来看隧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的话，我发现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隧道里面用 UHPC 也比较少的，桥梁里面会是比较多的。高性能混凝土，我们常用的以前都是C60差不多了，对吧？现在这个超高性能混凝土到了C120，甚至最高的C200，它实验室也能做出来。那么桥梁里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呢，是在钢桥面，因为它的钢桥面这个混凝土的开裂问题、耐久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采用这种超高性能混凝土现在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加固，我们结构加固，桥梁结构、桥墩啊、梁的加固用这个材料比较多。就是这个纯粹的主体结构用 UHPC 还比较少，所以在隧道里面呢，我觉得可能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主体结构是否能采用这种超高性能混凝土，因为它的耐久性好、致密度高、强度高，但是采用了这个以后呢，它就整个结构就轻了，抗浮问题怎么来解决？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其实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啊，一个呢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跟我们隧道人谈一下我们当初的一些桥隧方案当中的一些争议啊，这个是一个怎么回事？第二个的话，实际上呢，我也是希望你能够从你做桥梁的这个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我们隧道，就像你提出的一些建议啊，预应力也好啊，这个 UHPC 也好，这些技术在桥梁当中用的比较多。在隧道领域相对来说就少一些，我想这些你的这些观点对我们隧道专业的工程师来说，应该还是很有启发啊！非常谢谢你。谢谢白总，给我这个桥梁人有机会跟隧道人进行交流。如果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交流讨论。这个是的。